我妈妈以前会说钱会发亮，因为看到钱他们的脑袋就好像会变不清醒，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你以前有跟朋友一起合作创业过吗？我每次都合作，每次到最后都像古惑仔的，每次都要拿刀来砍人那种。没有能力的话就放马过来。我们一起合作，我们说 OK 50-50，你肯定有你的立场，我肯定有我的立场，你有你的说法，我有我的说法。你习惯晚上工作，但是我每天早上我看不到你，我每天很早起来我就开始工作，就会觉得好像不平衡，会有这种想法。每个人都想给你意见，然后就争吵。他们去争吵，你为了什么争吵呢？就是觉得没有我讲的比你有道理，但是我可能没有你的那个成绩那么好，但是我有道理，他们就会卡在这里，那怎么办？没办法了。他们要学会闭嘴。如果你两个在争吵，我很容易会有答案的，因为我看谁的成绩比较厉害，你比较有权利给意见了，就是那么简单的东西。你有能力，你先证明出来，对不对？证明之后，我跟你说，全世界都会听你。所以自己去创业，跟朋友或者家人一起创业，哪一个失败率比较高？Aksn，你觉得朋友有办法一起创业吗？朋友，合适吗？好难。为什么？因为牵涉到金钱。我妈妈以前会说，我小的时候她会跟我们说，钱会发亮。她说，她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人因为看到钱，他们的脑袋就好像会变不清醒，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会说一些或者做一些很奇怪的东西，被钱洗脑。哦，妈妈这样讲哦，是吗？很小的时候，她有跟我说过，因为她指的是什么？就是指的这种合作伙伴，就是可能本来两个好好的人，然后因为人本身会算，对，所以都会有想法的。你不要说合作伙伴，你说员工，就大家不能说一起合作做生意，员工会不会说，哎，我剪了两个影片，你每个礼拜才剪一个，或者会不会说，哦，对，哇，我早上9点就到办公室工作，然后你12点才到，会不会有这种想法？都会有这种想法，但是那种想法，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想法，也会有一些争吵什么的，有意见。但是因为没有牵涉到一个合作伙伴的，没有更大金钱的关系，那不一样啊。那如果你像我们一起合作，我们说 OK 50-50，对，你肯定有你的立场，我肯定有我的立场，你有你的说法，我有我的说法。对，你说你习惯晚上工作，但是我每天早上我看不到你，我每天很早起来我就开始工作，然后就会觉得好像不平衡，会有这种想法，脑袋会很奇怪，所以会觉得，对。那你以前有跟朋友一起合作创业过吗？我每次都合作。那每次到最后都像古惑仔的一个每次都要拿刀来砍人那种。那现在还会吗？还会想要再找？不会了。What do you think, bro? 你有跟人家一起合作做一个生意过吗？有啊。你当时做什么？什么类型的？什么？谢谢，不用说。感觉也是一个没有很美好的回忆。那时候后来也变成古惑仔的一个类似吧，都有，对，哇，一样。那你觉得跟家人呢？如果说不要跟朋友，那跟家人做一个家庭的那种企业这样子，会更简单吗？我觉得这个主要是看你能不能看得开，就是如果你不是一个很执着的人，如果你是一个很放得下的人，对，那你就所有东西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子，所以你就不会去计较了。如果我要跟家里谁合作做生意，我觉得它变成一个怎么说呢？这个有点像
我不要一直说我好或者我做对的，我反过来说，以前我们做餐馆的时候，对，爸爸会投资钱，对，我们去做餐馆，所谓的我们的餐馆。刚开始的时候，那这个等于那像弟弟那样子，他那个时候好像才16岁、17岁，然后已经管理餐馆。但是你想一下，其实我们16、17岁、18岁、19岁，我那个时候19岁，你说能懂什么？我们不懂。那爸爸所谓的跟我们合作做生意了，对不对？对，他出钱，你们出力，这样子。然后我们每天被骂。那个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对，然后你为什么一直说我，对不对？那肯定会有这种想法。我们有我们的立场，对不对？我们有我们的想法。但是我感觉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很难搞了。就是如果我现在往回想，如果那个时候我会觉得爸爸为什么要骂我们？现在我会想，哇，幸好他没有打我们，就因为如果我是他的立场，我早就啪啪。哇！就是因为你这是什么东西？你到底在干嘛？你每天在干嘛？你想到什么？那么懒惰的人，有在上班吗？啪！我现在我往回看，我会觉得爸爸好像其实还是蛮有耐心的。你想到什么？你笑什么？没有，我就想着我们以前怎么浪费他的钱，浪费我们的时间，浪费所有的机会啊什么的都，就是像你可以这样笑，但是这什么？这已经很多钱，真的很多钱，他就给想给小孩那个机会。对，去突破，因为他知道他小的时候没有这个机会，他要自己创业，他白手起家，然后他想给我们这个机会，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毁了。就是我们把他所有那么多年的努力存下来的钱去做自己终于有自己的生意，然后我们就是我们搞个乐队吧，我们买鼓，然后买吉他，然后在楼下每天玩伴，在打扰所有的客人。对，然后经理下来的时候就说：“你们可不可以声音小一点？”我们就说：“哦。”然后我们还会觉得那么烦，我们是老板。所以你说那是回到你刚刚那个问题，就是说，那跟家里可以吗？就如果能看得开，我感觉我爸爸的角度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一个，反正 I tried，我给你们机会试了，然后你们能把握机会就把握机会，你们把握不了，那我就当这个，就至少我有尽量嘛。对。如果你是以这个心态，我觉得跟家人可以去做生意没问题，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就为了这个东西，就我觉得很难，真的很难，因为每个人都有意见。就像我长大以后那就不一样，长大以后现在有点反过来的，因为现在我知道我爸爸很爱玩，他很爱旅游，很爱玩，然后其实基本上我不相信他会喜欢工作的，现在因为他已经习惯了，退休已经那么多年了。但是他偶尔也会手痒，然后就说：“要不我们那个投资做一个餐厅吧，或者投资说什么，然后爸爸看，然后什么的。”我现在会反过来想，我会怎么想呢？我不会跟他合作，因为我投资那么多钱，然后如果他这个东西做不好，或者不是不要说做不好，可能只是意见不一样。我不希望这样破坏我们的感情。为了钱破坏我们的感情，所以我宁愿你让我去做生意，然后赚到的钱，然后来养你，你去玩去吧。或者有另外一种方案，就是最近有发生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其实有没有方不方便讲，但是
爸爸有一个项目他想做，我不会跟你合作。如果你真的很相信，真的想要这个东西，好，我给你的钱。虽然我投资你，但我不是跟你合作。但这个称为投资，但是在我心里是这个已经掉进海里。我不是说对他没有自信，但是因为我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想？因为这样子我已经放下了。对，所以万一有什么事情我也没有想到，就好像有的时候家人跟你借钱一样。对。我每次借钱给家里，如果有谁说要借钱，我给他钱，其实我在我脑海里已经丢进海里了，因为他不还的时候，我不会有任何的不爽，对，我就给他。所以最近也是发生这个事情，我就给他，我宁愿这样子，但是我不会去合作，就像现在跟弟弟一样，就好像最近我们不是有很大的转变，对，跟弟弟有说到他说他有一些想法，有一些 idea 什么的，然后去做这个东西。如果然后要不他去带领这个新的 idea， 我会说如果现在不是牵涉到我的这个公司，然后我自己，如果我是只是一个没有主见、没有意见的人，对，好，你拿去玩。你但是因为我有我的想法，我不希望因为这样子的东西，然后会破坏我们的一个感情。所以我觉得这有几个方案，就是说要不就是你让我来带领这个方向，然后你可以去协助，或者如果你自己有一个什么项目你想去做，好，你跟我说，那你去做你的项目，我也去支持这个东西。但是我不喜欢那种讲清楚啦，一开始讲清楚就是大家要的东西。我不想给到给那个机会可以有任何的这种冲突，所以跟好朋友或者跟家人，我不会去合作。我不会去合作做生意但是如果要合作，所谓的合作我觉得有点像感情一样我在感情里，我感觉也是一样的一个东西。肯定是有一个人是比较有怎么说主见，有主见，有想法的人。很多人会说每个人所有人要追求平衡这个东西，但是你根本没有一个平衡的东西，因为平衡是一个角度。我看我觉得很平衡，你看的另外一种是平衡，所以根本永远你都不会说心理平衡。那我们就要放下。对，我们要知道说 OK， 我们觉得谁的这个意见对我们是比较好的，那我们可不可以就跟着那个呢？就好像如果有一天我要开始投资，然后我有机会跟李嘉诚合作，我不会说话，我说什么话？因为他够成功了，他的建议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如果我们要合作，我觉得我们早就应该是说好，他也应该会说好，我会给意见，你去操作，然后我会很乐意去操作，因为那是李嘉诚，我给什么意见呢？有没有了解我的意思？所以我觉得好像我们要懂得说有意识力看到。可是很多人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知道听你的建议可能对于我们的整个效果会是最好，可是有时候又有些人会觉得，我不想承认你是对的，然后我又有想要讲我自己的坚持，我的想法，那这样他们怎么办？我觉得每个人要有一个机会去证明自己，他肯定要有机会。如果别人不给他机会，他自己要创造这个机会，证明了自己，你有成绩，其实那就不一样的事情了。就好像有的时候我们做自媒体这样子，我们有自媒体部门，对，我会把这个频道，就像现在我把那个频道给 Aksn， 对，我说第二个频道就给你，那里有10几万订阅对。那你有你的想法，你有你的 idea， 对不对？你完全我给你这个机会，给你3个月，
如果他的成绩跟我一样或者比我好，那继续。如果没有比我好，我收回来，至少我给了这个机会。如果我给了这个机会，你突破，你比我厉害，那其实说实话，这个以后我们的合作应该是我听你啊。哦，对。所以我觉得是那样。我觉得就像如果我跟弟弟合作，可不可以？可以。那我可不可以找一个机会说 ，OK， 给你几个月去证明一个东西？可以。对。你证明之后，其实我会听你啊，我不会给意见。我不喜欢给意见。我为什么要给意见？如果成绩在那里，我不给意见，就好像我们之前 CEO 这样子。我觉得5、6年，你说什么你就怎么，你这样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到最后银行有没有钱？有没有了解我的意思？如果银行一直在涨，那就你不用跟我说，你去决定，用那个成绩来决定听谁的如果我不用动脑袋，为什么我要动脑袋呢？我不希望可以又需要动脑袋啊。但是如果他这个东西没有这个成绩的时候，我需要去动脑袋啊，就是这样子。所以从我的角度是那样子，但是我相信在全世界大部分的人，其实他们不会这样子。对，每个人都想给意见，然后就争吵。但是通常我看2个人给意见，我很简单，如果你2个在争吵，给什么意见？对，其实我很容易会有答案的。为什么我直接有答案？因为我看谁的成绩比较厉害，我觉得你的意见比较管用，你比较有权利给意见啊，就是那么简单的东西。对，很多人他做不到这一点，他就是觉得没有我讲的比你有道理，可能他们去争吵，为了什么争吵呢？对，我讲的比你有道理，但是我可能没有你的那个成绩那么好，但是我有道理，他们就会卡在这里，那怎么办？没办法了，他们要学会闭嘴，接受放下。再说一遍，看你的能力。你有能力，你证明出来，你先证明出来，对不对？证明之后，我跟你说，全世界都会听你，对不对？你有证明，全世界就好像我们现在拍的那些 IG， 因为人家看到我是一个有成绩的人。对。其实他们会搞笑，对不对？他们说好像有钱人说什么都对，对不对？好多人这种留言啊，但是他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我也觉得比我厉害的人，我不会给意见的。我给什么意见呢？你告诉我怎么做吧，我帮你去操作吧，对不对？我跟你一起这样子做吧。对。那如果我说我不跟家人一起创业，不跟朋友一起创业，但是这个人他想要创业，他自己也没有这么多的一个，他的脑袋没有这么多这种创业的想法，那他可以怎么开始？什么意思？比如说我想要创业，可是这些要创业，比如说怎么管理员工啊，怎么把很多东西做起来，我不会。我原本可能那去尝试啊，什么意思？所以他只能自己尝试，然后可能失败再来之类的。如果幸运的话，那会不会说家人会给钱你去尝试一下，会让你去闯一下？有可能，对不对？幸运就有这个东西，不幸运，那你自己要去贷款也好，把握机会也好，去创造这个机会，对不对？所以就有这2个方案了。所以自己去创业跟跟朋友或者家人一起创业，哪一个失败率比较高？没有这个说法。没有这个说法。就都是。但是你也要看你怎么对待这个事情啊。我觉得我们的失败率那个时候啊，我们的失败率很高。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根本没有任何的责任。我们没有任何的投资，我们没有任何的贷款，我们没有任何的没有压力。我们的付出在哪里？我们就是好像大学没毕业，大学都没有上，然后就说那这个仓我给你，那你失败了也没关系，你直接拿到这个东西，你懂什么？你什么都不懂，然后你对啊，失败没关系，就像弟弟说的，没有关系啊，就反正都被骂。反正都被骂，反正爸爸都还有好几家餐厅，失败你不会懂的，你不会懂的，因为你没有像爸爸那样辛苦过，你不会懂的。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你说在爸爸那个餐厅
工作的时候，或者所谓的老板的时候，学会什么？我觉得我不知道。我不是说在爸爸身上没有学，在爸爸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我看他的努力，学到很多东西。爸爸都在做些什么事情？什么？爸爸都在做什么事情？骂人，在管理啦。对他什么都有做，其实他所有都做。对，他是所有的都是他自己做，所以他做什么生意都做得好辛苦。对，因为什么都要谈。但是就算成功，因为从没有钱做到有钱啊。但是你说，如果我个人最大的突破是什么？我自己拿那个贷款。我离家出走的时候，我说爸爸不干了。他那个时候他说你什么东西？我爸爸有那么多餐厅，你还要自己去做？你为什么要自己去做？爸爸给你这个东西，你不看谁看？然后那个时候就有弟弟，所以没办法。因为我那个餐馆，我说我不要。你为什么当时不要？你觉得你没有成长到？不是你那个时候哪懂得想这个东西？那个时候是不想被爸爸骂，会觉得自己名称是一个老板经理，但是其实好像有别人在管我，然后不喜欢被管，所以就出去闯，然后觉得爸爸说的什么都不对。因为有自己的意见。结果开自己餐厅的时候，就慢慢就发现，原来爸爸以前这样子是因为这个，因为那个，因为什么？哇！所以因为自己那个压力在那里的时候就不一样了。那个时候我自己贷的贷款好大的贷款，所以你根本没办法。然后就这样子才自己才可以学会。对，乱碰乱撞那样子，然后跌倒好几次，然后就才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慢慢知道爸爸的辛苦。会不会说有一些，就好像爸爸管得太严。我刚做自己餐厅的时候，就管得很松的时候没有人听我讲，然后我就发现，等一下这样不行原来我一直觉得爸爸管理不对，但是我用反的也不行，所以慢慢要去掌握这个东西。所以就换你在餐厅里骂人。有一段时间，对，会有一段时间，我明明说爸爸不应该那样做，应该对人好一点，然后结果自己就变成那个。有一段时间，然后慢慢你自己会找到自己的方式，找到一个平衡。对。怎么想，弟弟？我以前管理的时候也是学我爸学的，跟我爸学的，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学的一模一样，好凶，在客人面前骂所有，就是骂他，骂这个，骂什么都骂。后来呢？你那时候意识到后来就骂平平。你那时候意识到你很凶吗？还是我当时是觉得干嘛不听我？所以我当时因为才10几岁，我在想我需要凶一点，人家才会听我，不然人家不会听一个10几岁的一个人。对，我当时是这么想。对，其实你不把这个话题拿出来讲，其实我那么多年我都没有想过这个东西。但是其实爸爸给我们很多爱了。换我自己儿子16、17岁，让他管我几10万丢进去的一个东西，绝对不会，绝对不会，我肯定不会。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说我爸很有爱，还是说我爸钱很多，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其实我现在我有一点怀疑，为什么会相信我们那个时候可以，或者给我们这个机会？对啊，完全没道理。不，他当时是有很大的希望。为什么？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像他一样。对啊，希望他可以，他开了那么多餐厅，都是为我们开的嘛，都是为小孩子开的嘛，所以他有很大的希望，我们可以为他，就是
替他看啊，就为他就是也做得很好，也跟他一样这么去做嘛。这个应该是他的希望，对，然后就变成绝望。你知道爸爸具体可能这样子被你们弄没有多少钱吗？我有100万美金吗？不是这个不用想的，现在不用去想的。真的太夸张。我其实有的时候不敢想的。以前我每个星期买一个新的吉他，每个吉他都是什么最厉害的限量版的一个什么。真的很 stupid， 真的很 stupid。鼓啊，不，我们以前会什么都会去玩。我去音乐啊，对，枪啊，枪买很多把枪，对，真枪，对，然后去枪啊，然后骑马啊，去哪里玩？我网反正球啊，什么网球什么球都有，然后爸爸真的很多爱。不是你是然后你有一段时间你还买了自己的网球场是吧？为了让我练习，因为他找到了一个教练，他就买了一个网球场。对，然后在家里弄个电影院啊，我们有电影院，那个时候每天我们会在那里打游戏打到凌晨5点。电影院啊，就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个屏幕好像从意大利运过来的一个，真的最厉害的那个时候，对，就是每天是做这种东西，然后对，其实说实话是我那个时候好像待了3-4年，那个时候把那个全部。那个我不知道他待了，也好像差不多4年，4年，然后就出国了，对，哇，好所以夸张哦。到最后，所以到最后，爸爸就什么都没有了。其实不，确实是因为那些餐厅被我们搞的都已经。所以已经没生意了，然后后来你也开自己了，然后我也出国了，然后就留下了一个餐厅，就是留下一个没有生意的餐厅给他。对，其实真的很，所以你说我现在养爸爸是很应该的事情。你把他很早就把他的钱都花完了。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变成那个。其实真的不提没有想过这那么糟糕，但是确实那么糟糕，真的是。爸爸真的很多爱。其实我们年轻的时候有点过分。所以其实现在爸爸基本上他想去哪里干嘛，我就说你去吧，你想干嘛就。可能花的比你们还少。肯定对，现在还没有到，所以还没有到，还没有对那个债我还没有还清，对。他可以继续玩一段时间，对，等他也买了自己的网球场之后，我就知道应该差不多了。好好笑，好，希望这一集呢，你们有学到东西。千万不要给你10几岁的小孩，我觉得你知道吧，其实在这个过程里，我完全是懂说为什么我们有那一句富不过3代的这一句话。对，是啊，对。然后我透过这个体验也知道说我就像我对呱呱那样子，或者我对自己的小孩以后是自己的小孩那样子，我会觉得我会让他们知道。他们一定要知道自己要辛苦去做事情，然后才会有奖励这样子。那我想问一个问题，白手给他们这样。在西方国家会有 old money， 可是在亚洲国家几乎没有 old money， 全部都是就像你讲富不过3代，你觉得这是为什么？3代已经就像我们以前那样子。可是在西方国家可以做到，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超级有钱的，他们不是3代不算 old money 的吗？已经三个年代没有啊？对啊，西方可以啊，可是亚洲为什么西方可以？为什么你说西方可以？像我们不是有讲很多什么那种家族企业啊？你说的是那种在比如在美国、在英国买地
买好大的农场，他们可以到3代、4代、5代都还是好有钱。可是亚洲为什么？我不觉得你说西方亚洲或者因为台湾人，我不觉得他是这个东西。我觉得你是看哪一家人，你不能说西方所有人都一直传下去这样子啊，没有啊。对，没有，我知道。也有很多倒了，一样的，其实一样的，没有。我觉得他们都很多做不了，有一些做得了，做得了的，我觉得那你肯定有2种了。你每个人天生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性格，对不对？对。所以这个他们自然的也非常重要。然后第二就是后学的养出来的，怎么样去培养，我觉得这个也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做，为了下一代，我们只能做的只是培养。你他出生的8字这个东西你没办法，对不对？但是我们只能尽量去培养。但是我不会像爸爸的那么有爱的这样那种方式给爱。我会让他知道说，你工作这样赚钱，你工作这样赚钱，你存到你就可以买奖励你想要的东西。对，一直给，其实也不对。对，是。好，我们今天这一集到这边，然后希望大家有学到东西。然后你要总结什么？没有，总结就是对大家狠一点。要压力在自己，如果你要创业，你要把那个压力背在自己身上，你才会去做对一些决定。然后靠实力，把自己去闯一下，然后把自己的实力你有那个结果成绩，你就是说话的人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成绩，你就乖乖的听别人，应该就是这样子。如果你懂这个，你就不会有争吵。好，那我们今天到这边。那喜欢这一集，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好，拜拜。